ですか？ Piggy です。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 MUJI 的官网最近上架了一件新的白色 T 恤，因为我自己对宽白 T 这个单品呢其实是蛮迷恋的，于是我就想说，那不如我就来做一集500元价位左右的一个日式品牌，主要是 MUJI 跟 Uniqlo 的一个宽白 T 的影片。那我们开始咯。那我们就由价位的部分来讲，首先就是最低价的1999元单件蓝棉混天竺圆领短袖 T 恤。这一件 T 恤给我的感觉呢，其实就是中规中矩。那在单件不到200块钱的一个价位里面呢，我觉得算是一个基础款，然后可以定期替换的一个品项。材质上身的部分就是蛮柔软的，那透肤的程度也蛮高的。我不会认为说它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当然如果你考虑价格的部分的话，在这样一种100-200块钱左右的一个平替的价格区间里面的话，那MUJI的这件蓝棉混天竺圆领短袖呢，是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考虑的一件单品。我自己的感受是MUJI家的单品里面如果有提到类似天竺或是柔滑有机棉，只要有这3个单字的一个品项出现的这个单品，我都会觉得说就是比较常见，比较中规中矩，比较大众向的一个选择。包含这3样关键字的单品呢，给我的感受也是都是比较偏柔软的一个材质。那其实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硬挺一点的，比较喜欢稍微可以厚磅数一点的这样感受，特别是在做这一次的白 T 计划，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只是要找一件很简单的，然后可以平常日常穿搭，然后常常去替换，价格不要太高的选项的话，那么提到这个天竺柔滑跟有机棉选项的品项你都可以考虑一下。那在这个概念上面的话，价格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我觉得影响因素啦，所以说1999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这件虽然也是有机棉，但是当有机棉遇上了这个有机棉结纱这个2个关键字打下去的话，299元的这个蓝有机棉结纱圆领短袖 T 恤，我个人其实是蛮推荐的因为其实我觉得MUJI家有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他们家选用的材质啊，如果你上官网的图片上面去看，你会发现说其实官网上的图片好像其实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那他们家材质不同的话，真的是必须要去实体的门市，那实际的去碰触去摸这个材质的本身，那这个材质它上升的一个程度，你才可以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差别。那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有机棉结纱材质，我会觉得它蛮特别的地方呢，首先是它的亲肤程度非常的好，穿上身的时候是非常的舒服那它这样的一种编织的方法或是材质的混用的程度呢，那它整件其实它的透肤程度是蛮高的，但我其实并不会觉得不大好，我觉得它反而是一个它这个材质特有的一种效果。在我来说的话，会蛮有一种夏日的风情的感觉。我觉得这件 T 恤它很适合说比如说朋友们，如果你有去海边啊、海滩啊，或是一些比较东南亚的地方的话呢，那这件衬衫是非常的适合的，因为它这件衣服的透气性，它整个一种我可以说通风的感觉吗，是非常的好，完全不会有任何闷热的感受特别是我是觉得台湾的夏天有时候是特别的，其实是一种湿气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种气候里面呢，那你去选用有机棉结纱，那这件衣服的材质呢，会让你整个穿上身的感觉非常的好。那当然说如果你是在室内有空调的地方就会比较冰冷，那这个是当然的事情那主要它这样的一个柔软程度跟透肤程度呢，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这种棉混薄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自己是觉得说是蛮有一种夏日度假小性感的一种风情。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无论性别或者是在这个穿搭的搭配的场所的选择上面呢，是有蛮大的一个弹性的，充满着夏日风情的这个品项299元单件价格蓝有机棉结纱圆领短袖 T 恤推荐给大家。
好，所以在 MUJI 199到2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里面的 T 恤选择呢，这一整排里面的选项我是觉得差别不大啦，就可能是一些颜色或是版型上的小调配，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看个人的一个喜好。那在350的价格区间里面呢，同样有一些其他的选项，但我个人会觉得说在350区间里面跟199的区间这两个区间比较，给我的感受差异性不是很大，所以就变成只是价格取向的话，那就是我觉得买199的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跳到另外一个区间，直接上到590。因为在 MUJI 590的区间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材质的选用是霹雳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 MUJI 家的粗织系列。那粗织系列这个材质呢，你在官网上的图片上其实是看不太出来。那我非常建议就是朋友们去实体的门市去实际的去摸去试穿这个衣服，那它会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很天然的这种粗犷的一种感觉，有点类似我觉得有点类似陶瓷的这样一种蛮原始蛮天然的这种触感，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的。那粗织这个材质呢，除了这种很特别的这种粗犷感受以外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特点是它相对来说相对于其他的棉质来讲呢，它的这个重量的部分是会稍微沉一点的。价位是590元的这一款有机棉水洗粗织圆领短袖 T 恤，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粗织材质在这款 T 恤上面的表现是非常的明显啊，穿上身的这个舒服的程度我觉得也是还蛮 OK 的哦，它不会因为它这个材质叫做粗织，那你真的穿上身就会觉得好像很粗糙这样，再加上它这样的一个硬挺的这样的一个观感呢，那我会觉得说在590区间里面呢，水洗粗织的圆领 T 恤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哦。同样在 MUJI 的590特别推荐的，也就是这次我新看到的这个上架的这一件棉混凉感宽版短袖 T 哦。那其实我主要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件，我想说不如来试一下。那来试一下的时候呢，我就想说那不如展开来做一个宽白 T 的。那我个人呢其实是蛮喜欢棉混凉感宽版短袖 T 哦。那你可以看到说包括侧边的有一个这个微微的，它其实这一件是有做一个前低后高，然后侧面有开一个小 V 缝的这样的一个小细节，我自己是蛮喜欢的。那包括说是100的尾部啊，跟这个袖子的底部也有做加厚缝线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说确保这件衣服之后再丢入洗衣机里面去洗啊，这个保存的期限应该也可以稍微久一点啦，感觉它的衣服也不会说跟其他一些比较廉价的白 T 它会有一些容易变形的一个概念哦。那我觉得这一件 T 恤给我的版型比较特别的部分，我会蛮建议说你可以拿比朋友们你平常穿的尺寸呢再大个2号左右。那例如说这件我拿到 L 号去试穿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它整体的这样一种宽松的一个感受非常好。那当然亲肤的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其实我觉得 MUJI 家的衣服大部分来说它穿起来的舒适度其实都是蛮高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日系品牌它的一个面料的选择上的一个优点。好的，那MUJI家介绍完，我们现在来跳到这个 Uniqlo 家。那 Uniqlo 家的这个 T 恤介绍呢，就是让 PD 我觉得顿时轻松许多，因为它直接在官网上面就有一张这个从厚磅到 oversize 的这样一个向量线图。那在这个向量线图里面呢，我们直接就是非常明显，我就直接可以讲说，我直接 PD 我个人很推荐的就是它的这个 U 系列里面的宽版 T 恤。哇，那这一件其实是我之前的一个这个前一期做的那个 GU 的那一件宽版工作神裤的那个集数里面就有去推到的。那时候在那个影片里面就特别提到说，我真的很喜欢那个他 U 系列里面，或是还是我是在 U 系列那一支影片也有讲到，
就 U76U 里面这个宽版圆领 T 恤，这个真的是很推爆哦。那前面几波 Uniqlo 的特价里面呢，它就是不折价，它价格就是铁打不动。这个我真的就是说，哇，它这个很多品项都在折，但它这一件 U 系列 U T 恤就是完全没有在动，它的价格就是打在那里的。好，那我这边可以大致去讲一下说，基本上 Uniqlo 的 T 恤系列，我自己的感受是，只要我提到比如说是 Dry EX 的这个系列呢，那它这边的话就会比较偏向于这种运动或是机能衣的这种感受是比较多的。那所以在这个项图里面呢，我主要就是挑2个品项来讲，就是这个最主推的这个棉质宽版圆领 T， 跟另外一件就是也是 U 系列的一个圆领 T 恤哦，主要是这2件。其实我那时候就也蛮好奇说，那这2件 T 恤它到底是同样 U 系列，那它到底它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首先是它这个 U 圆领 T 恤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它这个肩线的一个缝线的部分哦，蛮明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这个服装科系的人，有一种这种比较是外缝线，那这种一种拼接的感受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哦，特别是你上身的时候，在肩线的这2片的这种一个缝线的感受呢，是我觉得圆领 T 恤它这件 T 恤它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度哦，相较于另外一款同样也是 U 系列的宽版 T 恤来讲。那我如果再比对这个U 系列的这个宽版 T 的话，你就可以感受到说，这其实就是它这个肩线的一个缝线的部分呢，就会相较这个圆领 T 那一件呢更加的平顺柔滑哦。那整体的一个上身的一种整体上身的一个概念呢，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宽版 T 啦，这个当然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主见哦，因为其实我就没有很喜欢那个圆领 T 在肩线的缝线处理的那个拼接感，但其实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个人喜好啦。那2件同样在这个袖口跟衣摆的部分都有做加强的缝线处理哦。Uniqlo 家的面料的柔软度跟这种亲肤的程度都是蛮好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水准之上的一个概念哦。那另外这2件 U 系列的 T 恤呢，它下摆的部分呢都是收起的啊，那没有特别在侧边的时候做那个开缝的设计。但如果你完全不介意的话，也是完全都 OK 的。这2件同样 U 系列的这个圆领 T 恤跟宽版 T 恤，它的透肤程度其实都是还是蛮有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手掌落下去的话，其实都还是可以隐约看到这个手的痕迹哦。所以如果说穿这2件的朋友们呢，可能是需要考虑一下内搭里面再一件背心什么之类的哦。同样是在590的价格区间，那同样是 U 系列，那这2件 T 恤的差异程度不大啦。那其实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关于肩线的缝线，那它上身的一个感受在个人的心里面的喜好程度不同。那在这一件 Aris 棉质 T 恤这个单品呢，那虽然它侧面有做这个开缝的设计，但是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喜欢的是，它这一件在这个袖尾的部分呢，它是没有做这种加强缝线。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啊。那其实也就是看个人的这个喜好。但是我必须讲说，我觉得它这个 Aris 系列的特别还是这一件 Aris 棉质 T， 我觉得那材质很容易皱啊，容易起皱纹啊。那这个稍微捏一下，没有看到这个衣服的材质就容易有一种这个皱褶的概念。那我们比较一下哦，左边的话是 U 系列加 Aris 的棉质宽版圆领 T， 那右边的话是单纯就是 Aris 的棉质 T。那2件我们都同样给它抓一下揉一下。那你可以看到说呢，这2件衣服在给它揉捏一下之后呢，在衣服表面的面料上面的皱褶感的话呢，右边的部分还是残留着比较明显的褶皱的部分哦，那就是这个 Aris 的棉质 T。
那个比较容易皱的概念，我个人并不是很欣赏。棉质宽版 T 短袖590元，这一件的话，应该是一个我个人是觉得，无论是设计或是面料上，都是比较平淡的一款哦。那特别是它整个梯形嘛，这种外扩的一个版型的概念，我这边是觉得有点太大了一点点，就是做的有点太外放了一点。面料的部分呢，也是比较透的，比较薄一点啊，我觉得。那也可能会有朋友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我个人的话是还好。然后袖口也没有做缝线的设计，特别这一件款式，它整个袖口会比较啷啊。如果说你穿的时候啊，如果有一些举手或抬手的动作的话，要小心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走光的一个小风险哦。那这完全就可以想到说，你后面如果说在保存或者在这个放入洗衣机之后呢，它的那个皱纹的程度呢，可能是会更高哦。好的，以上呢大概就是这一次 MUJI 加 UQ 那总共10件10个品项的一个白 T 的 PD 的一个小测试。那后面的内容的部分，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比较。在350元以下的价格区间呢，其实我是觉得350元以下的价格的这个材质部分啊，特别是在MUJI家的话，只要提到这个天竺或者是柔滑这两个字关键字放在一起的话，那它构成的这种材质感受呢，其实就是会比较偏向于我们一般常见的这种市售棉 T 的一个感受哦。那它的柔软程度是 OK， 那当然也是因为柔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关系呢，那其实它就会比较贴合你的身形。贴合你的身形的部分呢，那其实就是看你个人原本的这个身体的结构。那像 PD 比较这个比较原生比较厚身的朋友的话呢，那可能比较柔软的材质的话，就会比较容易显现出你的身体的一个概念哦。那也就是在这个350元以下的一个棉 T 的话，我会觉得它其实的差异性是不大啦。那所以就我会比较去推说，你说这个部分，你就直接就是便宜的199的话，你就是一个平常的随便穿的这种内搭概念的话，其实价格低就 OK 了。那这个350以下的这个价格区间的话，比较特别的就是 MUJI 299的有机棉结纱。那这一款单品呢，我个人会觉得它的这种柔软程度啊，跟它的这种透肤程度，反而是成为了它的一个特点哦。那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是你有蛮适合，如果你要去度假或是夏日的话，这种一种休闲感，但是又不会到很廉价的概念的话，我觉得299的这个有机棉结纱这个棉 T 的款项呢，是朋友们你可以稍微考虑一下。价位350元的 MUJI 有机棉柔滑圆领短袖，我觉得这一件是有点普通啦，在我这边的印象跟推荐程度是并没有到很高。我觉得这个价位在往上或往下都会有更好的选择。在390元的部分，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选 U 系列的圆领 T 短袖这一件。那这一件比较特别，就是我前面影片也有介绍到，它的肩线的部分采一个外缝线，比较类似拼接的这样的一种视觉效果。如果说是喜欢这个效果，或者也可以接受这样呈现方式的朋友的话，那我觉得390元的这件 U 系列圆领 T 呢，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特别提一下说，这一个款式它有出紫色的这个颜色，我自己蛮喜欢的。价格拉到590元以上的话，这是一个激战区哦。我觉得在这里有蛮不错的选择。那这里就是以PD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那当然我的第一优选的话，绝对就是这个U 系列的 Iris 棉质宽版圆领 T 哦。那5分袖的这个款式呢，非常多的颜色，那整体的一个版型跟面料
的表现效果，再加上它的性价比平衡来说，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哦。唯一一个可能相对来讲要去考虑的就是它的整个版型的衣服的下摆的身长还是比较长哦，加上它的侧面没有做一个小开叉，那这个小细节对我来说是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所以说它没有的话有点可惜，但依然是瑕不掩瑜是一个蛮不错的选项。内心排名第2的话呢，那其实就会是这一次MUJI出的棉混凉感宽版 T 恤哦。那特别是说先拿大2号的一个尺寸上身的效果，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基本上一个前短后长和一个侧面开叉的一个小细节，也是我个人一个喜好的加分项，也是蛮推荐的。那棉混凉感呢，在男装部分又有出，就是这个 T 恤前方是有口袋的一个设计，只是价格要多增加100块钱，来到690元一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哦。Aris 棉质 T 跟棉质宽版 T， 那这2件的话，在我这边的推荐程度是偏普通哈。首先是 Aris 棉质 T 的部分，那前面影片也有提到说，那同样的价位，相对于 U 系列来讲，它的折皱程度是比较高哈，可以看那个影片去很明显嘛。那另外就是棉质宽版 T 的部分，我觉得它同样是在590的基站区哦，其他相对的对手呢有 U 系列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棉质宽版 T 本身的一个版型太过于外场式的一个 T 型，那袖口的部分也是偏浪啊，没有太多的一个细节，在我这边整体的推荐指数是偏低的。棉质宽版 T 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平淡，我认为说衣服它可以，我比较喜欢比较有特色的衣服。那我觉得有特色这件事情，那你不管是印象是好或是不好，但它总归会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印象。那我会觉得平淡是比较可惜的。那当然也有可能他是想要做一些比较大众向的一个选择。那比较大众向的一个选择呢，那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概念，我想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以上呢就是这一期一个500宽白 T MUJI 加 Uniqlo 总共10品项的小影片。那当然因为 PD 的影片内容比较多，这个个人主观的一个感受，那可能会有所误差，或者是有一些资料的缺少部分，或者是有一些款项其实朋友们你觉得说PT 这件也不错啊，但是你没有特别的去讲到的话呢，那也许之后呢还可以再出这系列的其他的补全。那希望大家在一个宽松白 T 的道路上呢都可以买好买满。制作这支影片呢，主要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如果说跟 PT 一样喜欢宽白 T，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话，那也许影片里面提供的内容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喜欢的话，也欢迎去追踪我们的频道。后面 PT 的话，也会持续的去制作呢品牌或者是单品的个人的介绍。感谢你的观看，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 U 系列的宽版 T 它出了很多很漂亮的颜色，那这个颜色我真的特爱，就是它的粉色，对，它是粉色它是 pink P-I-N-K， 那这个粉色真的是极好看我真的是完全被打中这样子。好，那算是宽版 T 介绍，它最后呢提醒我个人好喜欢的就是这件 U 系列的一个宽版 T 的粉色，那算是一个小彩蛋的部分吧。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点荒谬，但我觉得是蛮赞的一个颜色，推一下。